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一集影片我制作了塔米亚的 Bismack， 然后我就接到了 Bismack 的委托制作，所以在后续的影片里面，我会再加入另外一艘小号手他的 Bismack 的制作。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口气必须要制作2艘不同公司的 Bismack。那后来我想了一下，我既然已经开始制作了2家的 Bismack， 那我应该就会再加上 Reveal 的 Bismack， 就是3艘一起制作。这3家里面的模型最老的就是所谓的塔米亚这一家，它的这一套 Bismack 的模具，它是最老的，它甚至比我还要大1岁，所以制作上来讲，我觉得需要改装最多的就是塔米亚，而且细节它应该就是最差的，所以它可能会需要用到的时间，然后套件会是最多的。那我做这三家厂牌的模型的用意是，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模型师，我只是稍微会做模型，然后我希望可以用我的观点，用我的角度去拍摄这3家的同一艘船，它的结构原理各方面的组装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。因为我以前也是不会做的时候，我也是在 YouTube 上到处去看别人所拍摄的影片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经验。那所以我现在也想做的就是这种类似说明的影片，不要说教学，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模型师啊。OK， 那我在制作这3家的模型上，我会在里面的其中一艘去加上那个木艺这家公司木艺 Model 它的 3D 列印件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制作塔米亚的而已，然后我就跟木艺通知说，我想要做 Bismack， 那你有什么样的德国海军的产品可以寄来我看一下，然后他就寄给我这些 3D 列印件，而且这些 3D 列印件的数量相当的惊人啊，而且每一盒都不一样，所以你突然要我介绍这么多东西，我也会觉得，我要怎么样能够把它介绍得很详细，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后期的制作影片当中，再开始慢慢的去介绍木艺的产品，它有哪些东西可以运用在德国海军的船上面，或者是如果大家希望的是针对这个产品去独立的拍一个影片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讲，我再想看看我怎么拍摄会比较好拍摄。
Hello，那我现在已经把3间的船身，这3家厂牌的船身基本上都上了颜色 ，OK。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一艘第一个船身它是塔米亚的，对，所以就是最早之前我做好的那个船身。以塔米亚来讲的话，船身制作是还蛮简单的，对，是真的还蛮简单的。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部位，它只做了一个零件，这里是一个零件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传动轴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组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只是有一些缝隙需要去填补它，好，然后由于塔米亚它是属于一体成型的船身，所以它中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接合缝产生，制作上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它的水线的这个位置，它是会有一个凸线的一个痕迹，可以让你去对齐水线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小号手的它没有，对，所以在抓这一条水线的时候，田宫的是比较简单的，所以制作上来说，田宫的船身也是非常轻易就可以完成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二个，这个是 Reveal 的船身。Reveal 的船身在这3家里面，它是属于比较复杂一点的，不过它保留了其他船底的细节，这个田宫就没有，这个小号手有，然后它的水线带它是有标示的，只是做起来我感觉看起来有点怪，所以我可能后期会把水线带再加宽一点点，看起来会感觉比较顺眼一点。我觉得它现在水线好像有点太高了，这种感觉。OK， 那 Reveal 的在这个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稍微看得到一点点痕迹，这个地方它是额外的用零件拼凑起来的。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是用额外的零件拼凑起来的。这边有一块底板，前面这2个地方也是用2个零件所组装起来的，所以在制作上的话 ，Reveal 在这个地方需要补的缝隙就会比较多，相对的它是船身在这边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啊。不过它船底是这3家里面唯一还有这一些纹路的产品，就只有 Reveal 它有这个东西，其他2家都没有。对，那 Reveal 的船身采用的是左右2片合起来的，对，所以在制作上的话 ，Reveal 的会比较复杂一点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做起来的效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第3个呢，就是小号手的。小号手的船身是这3家里面，我觉得是相当漂亮的一个船身不管是它的材质上，或者是它的设计上，它也是这3家里面模具属于是最新的，所以它在组装上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套模型，然后它的水线带中间的这一条水线带，你必须要自己凭感觉去抓它所以我的水线带就做的比较宽一点点，我觉得看起来会比较顺眼一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它也是采组合的方式把这一个给装上去，那你也是要进行所谓的填缝的这个做法，它才能够做的看起来比较没有其他的。这必须要做补土下去做个填缝，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比较一致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小号手的船身，然后船底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对，跟田宫的一模一样，只是差在它这边有其他的细节。好，以上就是这3家的船身的制作。好，那下一集影片我们就会开始制作所谓的上层的建筑物，然后由于这一条小号手是帮客户委托制作的，
所以它跟 Reveal 我们会使用在剑桥上会有波罗的海的迷彩的涂装，那 Tamiya 的我就不会上波罗的海的涂装，就3艘做起来会有一定的差距，然后客户的要求也不要像 Tamiya 的做的这么的破烂，对，所以它会相对的会比较干净一点，然后我到时候再看，如果客户他要在这一艘船上加上木艺的 3D 列印件，然后我就在这艘船上加 3D 列印件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使用小号手它原厂里面附的金属蚀刻片直接下去做这一艘船。那有可能木艺的 3D 列印件就会在 Reveal 或者是在 Tamiya 的船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